其实小英总统跟我的工作上就是确保台湾的安全。我在那边几乎就在平衡很多事情第一个就是美国两党之间有多少次两个党在我面前在骂对方，我们是完全不能介入这个话题，绝对不能让台湾议题成为一个两党之间斗争的议题。那天到我楼下那个管理室去拿个早餐，我们的维安人员就说不能擅自外出。我说我没有外出，我只是到大厅而已。我现在要去 Seven 买个东西都很复杂。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民主跟自由还在的一天，台湾人都有很多可以发挥展现我们作为台湾人该有尊严的地方。欢迎收听敏迪专访。今天在我面前这一位来宾呢，他之前是跨国工作，最近刚转换跑道，让我们欢迎前台湾驻美大使，那现在是2024台湾总统大选的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萧大使。敏迪大家好。大使我知道外交有一个习惯是一日大使终身大使，就是即便您现在已经不再是驻美大使了，所以今天我就都称呼您萧大使可以吗？好，可以啊。好，我还蛮喜欢这个 title 的。会不会现在还舍不得这个 title？ 是还真的很舍不得。怎么说呢？你觉得最舍不得的部分是什么？这个你现在拿的是我在驻美代表任内办的最后一场晚宴，对，真的是蛮感伤的。那时候我们看到桌上这一张，一开始大家觉得菜单好像没什么，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上面 ambassador， 然后就觉得这已经是你最后一次用这个 title 了。对，最后一次用这个 title 在任内。其实我觉得这个驻美这3年半以来，这个渐入佳境也得心应手，那也蛮喜欢这个工作的能够看到台美关系虽然过程挫折也很多，但是也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进展那要离开这个位置，还有我的团队，其实还真的蛮舍不得的。挫折很多，当然我相信，因为我们在这3年半其实也不，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个最高点，但就得回来的那个感受。那在这过程之中，其实台湾人印象最深刻的，我想应该会是佩洛西来台，那是一个历史性的画面然后我要跟大使您讲，那时候我还拿着摄影设备跑到松山区的民宅顶楼，我直接直播它落地。那时候台湾人其实我个人感受上蛮欢迎的，那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国际氛围，尤其是对岸不欢迎这件事情。大家其实很好奇，你当时怎么样可以斡旋到让 Pelosi 议长来到台湾？其实Pelosi 议长长期都很支持台湾他其实立场还蛮一致的。他从担任议员以来，对于人权议题都非常的关心而且不只是台湾，他对中国人民的人权其实也一直非常的关心，而且都会用行动来表示那所以当然他也知道台湾面临的各种的打压，包含国际空间，他也经常为台湾参与 WHO 的议题在发声我有一次去拜访 Pelosi 议长刚好我要进去的时候，从前面出来的是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那所以我进去跟 Pelosi 议长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他有告诉我说，他告诉 WHO 的秘书长说WHO cannot be called the world without Taiwan， 就是他很在意这个要有包容性，一定要让大家都能够有参与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他一直都很支持也关心台湾那他有心想要到台湾来我们台湾人当然是欢迎那我相信多数的台湾人对于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又愿意用他的影响力来关心跟支持台湾的朋友们都是欢迎的那 Pelosi 议长他也常提到就是他为什么在这么庞大的压力之下还是要访问台湾因为他认为台湾人不该孤单他认为他有责任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孤单的当然这件事情确实对岸当然也是这个有不同的解读那也用非常强烈的非常暴力的方式，包含一些军事上的威吓的方式来应对但是我觉得任何只要用同理心来看待台湾人的心境，就是我们长期被孤立被打压那我们的国境处境也很特别这个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那有重要的国际友人
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这种期盼。其实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更大的同理心来理解。当然我们在第一线在美国面对，我看到很多台湾人像你很开心的，对，兴奋的，在很兴奋的去欢迎他们其实也都有感受到。真的吗？他也讲了很多次那天在 APEC 的晚宴他去参加，他其实也有提到说他们降落看到这么多台湾民众在这个饭店门口啦，在机场来欢迎他，也非常的感动但是当然我们在第一线还是要面对整个风险管控的问题其实那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的严肃也非常的担心那我们不希望任何一方尤其是对岸有误判那所以整个情势还是要做很谨慎很周全的风险管控那在台湾人期待有更多的国际友人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是在最没有风险的状况之下让大家都安心。当然其实你在任内3年，其实我觉得除了 Pelosi 这个议题应该说风险最大，就是大家担忧的事情最多，而且最容易挑起中国那边的神经嘛。另外还有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一步一步可以看得出来台美关系它是一阶一阶升温的，包含疫苗好，包含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21世纪的台美贸易倡议对，那看起来它好像是有一个步骤有个脉络那我其实很好奇的是因为现在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之后，我们反而现在在国会看到他们在谈对外军援，会把台湾包进去就是现在在美国国会已经几乎3句不离台湾这一件事情在你当时接到小英总统的邀请的任务递交的时候，你有一个计划表吗？就你怎么达到这些事情？其实小英总统跟我的工作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几个大的议题第一个就是确保台湾的安全我相信台湾人都希望安居乐业不希望在一个高风险的环境里面那我们怎么透过台美关系的深化跟这个交流能够让台海更和平更安全那当然我们台湾人民也我刚刚讲安居乐业其实有很多的面向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更具韧性所以也希望能够在全球的布局上面创造更多的让台湾经济活络的商机所以这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国际的参与那希望在国际能够扩大国际对台湾的支持跟认同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小项啦我讲的是大项那这些当然也都在做不过我必须说我刚去的时候虽然知道任务很多但是我是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去大家都记得那个时候台湾其实都相对是大家都过得比较平顺可是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很多的城市在当下那时候也还没有疫苗那我记得纽约那时候殡仪馆都不够放就是疫情是最严重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来到美国那时候在想说这个大家都不出门然后我要怎么做外交刚来的时候很多的实体的互动也非常的有限正常的外交工作你要去认识朋友你要请大家吃饭你要去外面参加会议那跟视讯这个见面真的很不一样，就没有温度。对，不是只有温度的问题，其实很多的外交工作都是除了正式的会议之外，那些 side meeting 很重要这个能够建立互信啦默契，其实如果能够面对面的互动其实是非常重要，所以那几个月确实也蛮困难的。但是我第一次在双橡园请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要来的客人说要在户外吃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敢在室内，而且要距离要坐很远，坐要远远，然后你口罩要拿下来的话口罩拿下来大家不敢这样子也太为难这样面对面，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恐惧所以还真的要互动所以这个我们在双橡园的户外就搭了一个平台，然后就把桌子放在外面然后这个晚上就旁边吊几个灯这样，其实有点浪漫对其实蛮好的对但是桌子就没几个人，但是很大一个桌子，就每个人要坐，在美国都是6 feet apart 就是很远耶。对其实蛮远的大概
大概180公分的距离这样子。讲话用叫的对啊，讲话用叫。不过在疫情期间，我们在做外交就是要能够变通了那后来天气转凉之后，这个入秋户外吃饭还蛮冷的，但是我们代表处同仁也很厉害他们去跟那边的餐厅抢到那个户外的那个火炬，那个火炬，对对对，所以就摆了几个，然后吃饭就坐在那个火炬旁边这样的户外就是吃饭，对对，但是这个大家各凭本事，总是要发挥一些创意了那但是我想那个只是形式，重点就是议题，就是 substance 那刚刚敏迪问到这些议题当然都要有步骤有方法，那我这过程也学到很多例如说我也学习到有时候是该高调的，有时候是该低调的。例如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你可以注意到，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低调的就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没有谈好这个不应该 prematurely 这个造成更多的干扰，坏事。对，有时候会坏事，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复杂的干扰，尤其是还没有谈好的事情，这真的要跟对方有一些默契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什么时候该低调，什么时候该高调这个都要有一些分寸跟拿捏那第二个呢，就是必然会有进也有退。我觉得我人生也学习到，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我们所愿因为我们在各方的利益当中去做折冲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存活，我们要面对的外在的环境很多不同的利害冲突那不同的观点跟角色那我们在那边折冲，所以有进有退，有挫折也会有进步那我们需要就是要很冷静沉着有时候要很有耐性那也要有自信所以来面对这些事情，这是个态度。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随时都要维持一个平衡感其实这个平衡就是说我在那边几乎就在平衡很多事情第一个就是美国两党之间真的，你知道我们国内政党大家也是这个吵很凶，那任何议题都有可能会被拿来操弄成是一个政党对立的议题所以我相信每个台湾人都很熟悉任何议题都有可能在美国政坛上也是一样那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不能让台湾的议题变成一个政党之间拿来彼此斗争对立的议题所以可能早年我们早年台美关系跟行政部门关系没有那么紧密的时候早年会有一些在做外交的时候，例如说哪一个党执政，那我们就去找反对党国会议员去帮我们挑战去帮我们游说去帮我们，可是同时也造成了跟行政部门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两党之间的紧张那反而会引发一些抗拒那这一点我也是有一些领悟那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在一个 bipartisan， 所以 bipartisan 就是两党都能够共同的认同，那绝对不能让台湾议题成为一个两党之间斗争的议题，那不能够说这个用在野党去以台湾作为一个施压的筹码那我们才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议题都顺利的能够通过。我们每一个议题，我们不希望国会是一个党支持一个党反对我们希望是大家都支持跟认同，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步骤都要很小心，不能够陷入这个有多少次两个党在我面前在骂对方我们是完全不能介入这个话题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在骂民主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在骂共和党的你心里不管怎么想，他讲的你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们就是不能够 get involved那我们要非常谨慎的让这个两个党都能够共同，而且两个党都信任我们。我在乐等其实讲了很多就是一些精神啦原则怎么去处理议题，那也是因为这样一步一步累积了很多的信任那你有信任关系才能够进步那我们是在一个大家都可以相互的理解跟在一个舒适安全的范围内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这个当中信任是非常重要，而且信任不是一开始就会发生的。对，这样听下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他们信任你但你现在不在那个位置上了
就是这个信任要怎么延续？当已经驻美代表不是你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很多这个在外交领域非常优秀的人才了哦。台湾人才不是只有我，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也都是一个团队在跟我一起努力。当然是我要设定方向，因为我在第一线。那我很谢谢总统也信任我，所以在做这个位置。各方的信任都很重要哦。那我相信这个台湾的人才这么多哦，应该都是可以在某种程度来延续哦。但是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非常的谨慎去拿捏该有的分寸。那我们有信任，脚步才能够跟人家同步往前走。有的人冲很快，有的人想要慢一点。你步调不一致的时候，就很容易跌倒。所以跟别人的平衡是这一次你在这3年你的很大的一个心得。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得。其实我这边我也 echo 一下，其实过去在这接近这1年里面，我其实听到蛮多，尤其是美国智库，或者是我7月去参访美国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是跟我们说，现在台海一体其实是2党共识。甚至有人知道明年也是美国总统大选，对啊，有人就举手问说，那你觉得美国政治两极化会不会影响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其实我听到的回答都几乎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平衡抓得非常好。是我真的是非常小心在经营，一定要2党共识。就我们不能再回到早年想要利用这个某一些政治团体或者是声音去向另一方施压，造成紧张，造成抗拒所以这个2党的共识是非常重要。那我刚刚讲的平衡不只是2党之间，还有国会跟行政部门之间会各有考量。有时候同样一个党，国会的角度跟行政部门的角度可能也不太一样。那还有美中之间，还有我们两岸之间，还有我们国内的政党之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利害相关者那我们要让大家都能够一起往前走，其实有很多的面向需要去拿捏的。好，讲了这么多驻美代表，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转换工作跑道了，对啊，现在来到了副总统参选人这个职位，其实我蛮好奇的，第一时间你有拒绝过赖副总统的邀请吗？应该这样讲，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一开始真的没把它当真了我一直觉得这从来不是我的设定的一个企图或目标。也许年轻的时候很有企图心，但是但是我到了一个阶段，比较是采取那种淡泊明志，真的吗？那种宁静致远。然后我一时间也跟赖副说，那种台湾政坛上比我有企图心的更多那比我聪明的 IQ 比我高的口才比我好的更想做的那么多你就不要再想我了你拿来跟拒绝他的想法有很多种，真的有很多种那只是其中之一这样子okay. 但我一直确实是比较 reluctant， 就于公于私都是啦那我必须说于这个公务上，我当然觉得我好不容易已经渐入佳境了，在美国，那我觉得我在那边也可以发挥，也可以为台湾做很多事情那其实我也公开讲过，我多年来我觉得我已经选举选那么多次，很不想要再重新再卷入那我在那边可以不太去管这些政治口水，那可以真的很认真专注的做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是跟样态是觉得比较有建设性的真的是比较有建设性的，所以我一直还蛮这个很天人交战了那最终你还是答应了那发生了什么事？你答应的契机是什么？有没有一个 moment 是好吧就这样？倒是没有那个 moment， 就压力一直源源不断的来这样不断的猜很多人问你。其实理论上我应该是要有很强烈的抗压性但是这个很多来自国内的压力啦、游说，包含这个赖副总统，然后这个国内情势也一直在变化那很多国内的朋友也很焦虑对于台湾现在的这个政治氛围啊什么，倒不是我觉得我有什么本事去改变现在的政治生态但是总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过去台湾人这么多年来栽培我从政也20几年了也
快30年了。那我对政治，那台湾人这么多年来给我这些养分，然后培养我，那这个我也觉得我家里是基督徒哈，那我爸爸也一直认为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赐哈，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人生的经验哈，我们要怎么来发挥哦，所以这个最后还是同意，但是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如果情势很好就不用我啊，是艰困的时候真的情势觉得很艰困，我觉得才有来参与的必要这样。其实我当年去花莲也是这样子，如果情势那谁去都可以啊，就也就是因为大家就不用去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想不要，或者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状况太困难了那多年来的历练也是要让我能够，当然我人生挫折也很多啦，但是也是要培养我的自己的韧性，要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很困难的环境。可是因为其实你硕士是读政治系嘛，然后因为您大学期间也有在发帕对，其实真正感受出来，好像您从年轻的时候就对于政治蛮有热忱的。然后，因为我们两个有个共同朋友嘛，他有偷偷跟我讲，他说你其实从大学时期开始，你就是一个很有理想，跟你很有热情的人。那所以你难道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来到这个位置吗？我觉得有理想跟热情是一回事真的，那要知道说自己到底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也是一个人生不断的在转变的过程啦。我觉得包含我一开始去选立法委员，那个时候对自己角色的期待跟现在要怎么去呈现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其实角色也经过很大的转换了但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校的校风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对社会正义议题对社会公平，然后对如何去改变世界因为我念的学校，它的招生简章就是在鼓励大家要有志气去改变世界这样。那当然它其实是一个倒不是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级的，而是说其实这社会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那像我们学校有很多对环保很重视的我们学校有很多这个对不同议题社会公平议题有很高度热忱的，就大家在不同的角色，其实我们都是一点一滴的在改变这个世界。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校风里面，我就自然而然对于台湾的历史，还有就是也因为在图书馆打工，然后就看到有一些书，就以前小时候在台湾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可能是禁书啦那包含台湾的历史，就觉得台湾这样数百年来这个都是外来统治，然后我们没有自己的民主，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那种。因为我国际同学很多我们宿舍里面什么人都有，印度人巴西人什么样的然后当然美国人很多这样那跟大家相处就觉得说，那我们台湾人也要有这个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然后也要民主化。其实我念书的时候台湾还没有完全民主化可以想象还没有在选总统，那时候根本没有在选总统这件事情可是那时候对，难怪所以没有民选总统你也我老了啦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在选总统的没有啦所以这样讲台湾民主其实也蛮年轻的耶，台湾的民主是台湾的民主。对啊，我跟美国人分享都说 We are a young democracy那我们从96年才开始第一次有这个人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选总统的这个机会那所以我们特别要珍惜不过其实我们刚细数了驻美的过程之中有这么多的好的成果然后又回到了副总统这个职位，其实你觉得我听起来比较像是这里现在需要你所以你回来但我自己个人比较担心的事情是你当了假设真的有机会被选上了成了副总统你有没有发挥空间？因为你之前在这几天记者会你有提到是台湾的外交空间一直都是很艰困的，那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代表他可以在美国台美之间去取得这么好的平衡跟信任感结果你就被拉回来而且我们对于副总统的印象都会是备位元首所以我好奇的是你在答应赖副总统的时候你们两个有没有讨论过怎么分工，你到底有没有发挥的空间
其实当然我们在宪法上副总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权责那就是备位元首。那副总统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总统授权。那我们可以看到历任总统例如说在这个蔡总统任内有几项比较困难的改革那他也是有请副总统来协助我们记得那时候像陈建仁，我举个例，像当时的陈建仁副总统对于年金改革的议题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也复杂的议题那他也有参与，但这个就是总统赋予他的一个任务那所以我们在宪政体制上面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了那这个我们也都有一些 understanding。 但是当初这个赖副在跟我讨论我的角色转换的时候，我有提到我觉得我在美国这个第一线能够发挥有很大的自由度，那也能够这个为国家做很多事情我那时候也不想要没有想要去放弃啦当然民进党没有执政，这个位置也没有了啦所以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啦那他也是一直表达说希望借重我的这些经验那我自己也觉得这些经验都很珍贵毕竟从基层到国际，我看台湾没有一个人是曾经当过基层这个农村的西瓜大使，然后一下子又去当驻美大使，什么灌溉水菌啦然后这个有机农业啦这个一些农产品的推广真的是草根 grassroots 非常的草根然后什么水稻有稻热病有什么问题，就是都一直在解决协调这些很基层的事情那一下子另外一个角色的转换非常的国际那在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这个同时在我身上展现确实也不多但是我有跟副总统也做了很多的讨论那至于未来细部怎么去分工这个一切都是由总统来授权那这也是我们宪法上面的精神。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想象是您会是比较稍微入世的副总统吗？就是我们看到你机会会比较多吗？我这个我也不知道还不知道因为这很难讲，你会不会常看到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喜欢比较低调我不是一个很爱每天上镜头每天上镜头的人真的真的不是我的最爱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正在做的事情跟媒体关心的角度会有很大的落差但是我自己也需要有个平衡就是说媒体有知的权利，大众有知的权利但是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也有低调的必要性所以你看我每天都在做平衡，所以为什么我是猫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也要有一些 balance 但是最重要我觉得以前这个在美国还这个自由自在，现在在这边那天到我楼下那个管理室去拿个早餐那个我们的维安人员就说不能擅自外出我说我没有外出，我只是到大厅而已就是说有很多的还在调试这个对，有很多需要调试那像你讲，你会不会常看到我现在要去 Seven 买个东西都很复杂用复杂去形容因为涉及太多人了真的生活方式啊什么都要改变，就不是能够很机动性的去这个维持过往的这个生活方式。刚刚我们提到说你有跟赖副总统去讨论过分工嘛或者说能不能在外交上面借用过去的这个经验但实际上还是得回到说那好，那赖副总统他未来如果选上的话他会是跟你的合作方式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所以想要借用您的眼睛告诉我们就是您所理解的赖清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其实我跟他认识很久了我们在立法院也共事过好几年这个他一直有点像暖男性格啦对我记得他后来从台南市，当然这个我们真的认识很多年那我自己也是台南人嘛有一次我带我的助理去环岛员工旅游，然后
经过台南的时候，他也很热情的请我们整个助理团队吃饭，让我们的助理们都很嗨。被他收服吗？这么快？那已经很多年了，那已经很多年前了哦，在立法院的时候了哦，那10几年应该有，他来当市长的时候，那后来他到行政院去当行政院长，我第一次质询他，我就说赖院长呢，他说给我请点这样，他说 B King 这样，就是在质询，所以我觉得那个他其实还蛮平易近人哦，那也很温暖哦，只是我觉得。因为以前有太多人在台南时期叫他赖神哦，变成他有一点偶包这样子。他有偶包吗？所以大家会觉得他稍微硬一点这样子，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温暖的哦，真的哦，所以他是听得进去你的建议，他应该是会啦。当然，因为我跟他是共事，我从来没有做他的部属。对哦，不太一样。我跟他在立法院同事，然后就好朋友。那我觉得我可以很坦诚的、很直接的。来跟他沟通，那我觉得他也是很愿意，很愿意做很对等的沟通跟互动哦。那他是很温暖的，那他也是很善良的，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这样哦。那他也很认真哦，他非常的认真，你们非常盯紧，很盯紧的一个人吗？那你们现在目前为止的沟通，因为不知道起点是几月份哦，但目前为止你们一定有讨论过未来的政策走向、外交走向，那。有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你有不同的意见的？那或者是我们可以想象到未来虽然副总统是完全是要辅佐总统的，那假设在未来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或是你认为以你的经验来说可以有更好的做法的时候，你会去怎么 manage 你跟他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如果我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我也可以很坦诚的去跟他讨论啊。我觉得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几十年来的一个共识的关系，这个他也讲说我们是情同兄妹啊，可以很坦诚的跟他沟通了哦。那我也很 comfortable， 可以直接跟他可以跟他提建议哦。那这个很多的事情都是还在发展中的哦。那我觉得工作上面的默契哦，跟未来我们所面对的情境哦，都是还在发展中的哦。那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能够胜选。在其实整个民进党里面，也不是只有你要共事的合作对象，也不会只有赖副总统一人哦。实际上，大家对于到台湾政坛就是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现在的其他新兴的政党，大家印象都会是男性的人数比例比较高，是啊，然后阳刚气比较重，甚至过去以民进党来讲，虽然民进党我觉得本身男女比例算还不错的了，可是还是有老绿男这3个字过去有流传着哦。那你现在深有同感是不是？你现在觉得会你打算怎么去去身处其中，跟怎么改变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觉得这个环境一直在改变啦，当然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例如说有很多人说我们的女性阁员的比例是不足的这确实是我们要检讨的一件事那但是我觉得人才的养成也都需要时间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培养。其实我在驻美代表期间，我们的团队很多优秀的女性的外交官，我也看到他们有非常好的表现那也一直给他们一些鼓励那搞不好有一天他们也是大使他们不管是美国或是派驻在任何地方也都是独当一面的优秀的人才那我这是需要长期去养成，包含每个女性的自信在各行各业能够面对世界的这个信心那其实男性也要有信心只要是台湾人我们都要有信心但是我觉得例如说我当初刚开始从政，我还没有参选以前我的工作其实是在民进党的国际部里面那我那时候是年轻人很相对年轻了那20几岁，那当时的这个党主席许信良那时候要让我当副主任，到后来担任主任，也有很多人质疑这会不会太年轻会不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例如说当时的党主席，就是外面可能很多人会说就是老绿男、老男人对是，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好处是，他们也很愿意来栽培年轻人那也不会因为我的性别有什么样的偏见说没有办法去承担大局，去这个担重任那我觉得我很庆幸
一路走来有很多这样的机会，那包含过去曾经支持我的选民也没有因为我的性别没有来支持我，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其实是一直在转变中的，进步中。对，我也在进步。其实很多的社会议题，这个当下大家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 frustration，例如说我刚开始参与政治，有人说啊你很可爱什么，我就觉得这很父权的讲，可是真的我以前会直接挑战，很冲，我年轻的时候超 radical， 但是到后来，我觉得我要尽量包容，好，就是它也是一种声音，对，就是我要尽量的扩大认同的，而不是跟每个人去发展这种对立的这个关系但是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议题是。也是不断的在转变中，也不断的在进步啦。我们当然有很多值得去改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毕竟我们也选了台湾的第一位女总统那这是真的很不简单。美国有很多女性政治人物还蛮羡慕我们的真的吗？对啊，还蛮羡慕，包含我们在国会在立法院女性的国会议员人数比例也比美国高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台湾也成就了很多那我们要看到The glass half full， 当然还有这个 half empty 的部分，我们就要继续努力。OK， 好，那我其实在于过去我们提到说，外交，尤其是您在做驻美代表的时候，外交一直以来其实是台湾的困境，但经过了这几年的转变它反而外交成为台湾在国际场合上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我们最近这几年不仅是美国那边很多的高级官员来访。然后很多的互惠合作在还有欧洲，对，所以过去您是在专门处理美国这一块，那接下来您成为了副总统之后，您的外交政策它就必须要涉及到更广的层面了，包含到欧洲，包含到非洲啊等等的。您目前为止对于台湾未来的外交，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跟计划吗？我这些年来就是一直在努力这个让世界上架台湾嘛就是让世界支持我们、认同我们那也关心我们我也一直相信这样会让台湾更安全也让台湾人更有尊严。那希望大家看得到的台湾人都是这个台湾的面貌是可以让台湾人觉得骄傲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当然，未来该扮演什么角色是这个。未来的总统要可以跟我们做最好的一个分工那大家一起努力，让世界看到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台湾。我其实您刚刚有提到一个点，我其实蛮有感触，就是你觉得台湾人要更有自信。因为我们其实在国际场合被打压的蛮久的，对。然后我觉得台湾人一直有个声音，就是我们会自己认为国际不在意我们。但其实我自己7月份去一趟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有17个国家的记者，每个人都问我说你们现在台湾还好吗？有没有好像要打仗了是不是？他们都比台湾人还紧张然后我把这样的一个得到的讯息带回台湾，大家都好惊讶，说怎么原来国际间都那么在意我们所以您自己在美国这3年，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其实包含在台湾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一定也有接收到各国对台湾的关心。你觉得台湾人怎么做会比较有自信，会真的可以去相信国际是在意我们的？我觉得现在国际确实很在意我们因为台湾安全这个世界才会有繁荣那台湾实在对世界太重要了这也是我们不断的让大家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海的和平、台湾的安全对大家都是重要，包含对中国人民在内那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共同来维持的那大家关心这个台湾之余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来体验台湾的文化。所以其实我在驻美期间很重要的工作，虽然疫情期间有一点受到干扰跟中断，但是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包含美国的年轻人想要学中文的想要体认不同文化的，都能够亲自到台湾来，因为毕竟他们在国外看一些媒体这个标题就像你的这些朋友就是这些媒体你要能够上新闻一定是争议话题你天下无事就不会有新闻对，所以一定是一个相当争议，或像你讲可能让大家会比较担心怎么样所以
这个从报纸上认识台湾，媒体上认识台湾，跟亲自来这里是不一样。而且我认识太多来过台湾的，就会爱上台湾。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要学中文的这个所以华语学习的这个计划很重要。那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来体验。那同时台湾的年轻人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想要出国的能够出国的以外，在国内有更多的国际社会进来跟我们在一起，大家也有更多相处然后面对世界建立起我们的自信的机会。因为毕竟我们面对世界的自信不是几个外交官而已，这是全民的全民都共享，也是大家的共同责任所以我也很希望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在不同的领域发挥这个角色。像敏迪这个作为一个报道者一个 podcaster， 那一些国际的场合会邀请你去，你就是台湾的门面，就是台湾的基层的外交的大使那台湾的门面太多了当然我要选副总统，我觉得这更是台湾的门面所以很重要，所以真的要很在意自己的这个自信心，这个自信然后跟我们政策的论述以及对外的接轨让国际可以信任我们，对我们放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民运动大家要一起努力。 OK， 好其实在刚刚提到关于到跟赖副总统的合作里面就是现在外界尤其是传统早期大家对于赖副总统的印象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个词一直都还是在着的那现在务实这个字还在，那大家就会担心说赖副总统他过去是比较冲的，尤其是您刚刚说到平衡点这一块您觉得接下来您跟他互动里面这个平衡你会怎么拿捏？尤其是你曾经在美中台三方不断的去斡旋跟协调这一块，我蛮好奇是您觉得他过去那个给人家比较冲的那个感受有没有变化？然后第二是不管有没有变化，那你怎么去拿捏这之间的跟国际上的平衡？我觉得你不要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冲，我也是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没有理想性就很难说是年轻了但是我觉得经过几十年了，如果这个还没有务实一点好像也没有在这个接触社会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断的从经验来累积，那也认识这个世界，也知道全世界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那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最期待的就是维持台海的和平跟稳定那也看到台湾的民主能够蓬勃发展支持我们的民主，支持我们这个安居乐业的愿望所以维持现状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一个共识也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那这个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现状呢当然对我们来讲包含我们民主自由可以每几年有一个选举选出我们自己做得好做得不好那我们大家有言论自由不会像香港这样10几岁的年轻人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被抓去关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许现状有很多让我们不满的地方，例如说我们的国境处境很困难多数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承认我们处于一个灰色地带的存在这个我们满意吗？我们当然不满可是这个是国际社会目前可以接受的一个公约数那这个我们都有一些理想跟抱负那我们要去追求这些理想跟抱负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维持全世界对我们的 comfort level 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们才能够跟大家一起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对情势的判断上面，如果有任何说我年轻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我这样讲有点老气了但是看多了这样就是跟就多年来冲撞也伤痕累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建立大家的信任是有多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民主跟自由还在的一天那台湾人都有很多可以发挥展现我们作为台湾人该有尊严的地方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赖副总统其实他在对外媒的访谈当中也提到是
没有什么台独的路径图那我们台湾人好不容易可以当家做主那台湾的主权属于全台湾人民的那任何的改变也要台湾人民的同意这个精神跟原则，我相信不是只是民进党，多数的台湾人民我们看民调也是80%以上的台湾人民是支持我们要维持现状。同意。我想要跟您聊聊选举文化，因为其实这次您回来现在1个多礼拜嘛，好几场的媒体茶叙里面，你都提到让你陷入常考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台湾的选举文化但其实我们都知道，选举是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因为有选举，所以我们的民主才可以存续，跟我们可以一直有比较优秀的人才在领导台湾。我其实反而想要藉由这个机会，如果您有机会可以跟您支持者说话的话，你希望你的支持者形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民文化？因为我自己认为选举文化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它是 bottom up，对，是选民喜欢什么，政治人物才给你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有自知，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形塑这个选举文化的话，你希望会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对，其实这也不是台湾特有的问题了很多的民主国家现在也面临整个这个在政治议题跟攻防上面可能会像美国的国会差点都停摆也是因为政治对立非常的严重那我觉得台湾没有本钱一直用这种很激烈的形态去对立那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冲，也会一直骂人骂得很凶现在有点后悔了，不过这真的是有点拍谁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成长的过程了那现在有一些不同的体悟那觉得我们台湾要面临我们现在一个外在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包容凝聚台湾人民最大的一个共识那我们能够更团结，才更有本钱来面对这个世界来面对我们现在的一些挑战。但是我所谓的对选举文化，但选举很重要，而且尤其民主国家里面，选举是最基本的要素，基石嘛，对，而且选举它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有选举，所以不断的促使政治人物要反省，所以我哪里做的不够我哪里应该要改进，要如何再去更贴近民意？为什么我做的那么辛苦，为什么大家还是不爱我？那我们要随时自己去反省这些问题但是我比较排斥的是，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政治话题是没有任何的建设性，就是骂来骂去这样而已那这些议题，像台湾就1个礼拜每天吵这个议题，然后下礼拜这议题又不见，又换一个话题，所以我才说我希望有一些空间可以很专注的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一些事情，而不是每天在他说什么我要回应什么，然后他又骂你什么，然后他又骂你什么，你要怎么你要回这个回那个你每天在脑筋急转弯，这也不这不是我的特色。觉得上帝给我这些人生的经验，那台湾人民栽培我那我有很多的这些丰富的历练那我要怎么来做事，而不是这个每天在机智问答那我觉得我们的政治环境跟也产生了这些现象，当然有时候是不得不面对了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选民，不要说选民，我们自己也是有时候在思考一些事情，我们有强烈的情绪例如说超级强烈我一时的对某一件事情的不满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情绪，那影响到我们的投票行为那但是一个很健全的民主社会，就是说不该是为了仇恨而投票例如说你因为很恨谁所以你就怎么样，其实应该是大家要比说谁能够做得更好那我也承认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 leader， 你再怎么努力，我们也都有曾经有过的犯错那我们这些错误可能会让人民有很强烈的失落或者是愤怒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社会需要不断的彼此反省
尤其是政治人物更要反省。我不能说选民要反省，政治人物，但是我们大家有很多的情绪，那如果这些情绪能够化为一些督策前进跟调整脚步的动力那我们的整个社会应该会更有力量也会更有韧性，就不是只留在谩骂的阶段而已，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就你至少提出建设性的建言。对，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很多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大家年轻人远离政治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乌烟瘴气，觉得都在骂来骂去，心理劳动。我可以想象，连你们都讨厌我也讨厌，那你们应该是更厌恶这种这个生态这样。没错，这个生态的确是，但我期许就是我自己个人很乐观啦，我觉得说好，我们吵着还是会有进步，但只是身为阅听者的自己，身为选民的自己，我会期许说那我们自己多做一点情绪上的把关，然后给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我觉得不能有情绪，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权利对那我们对什么事情很不高兴很不满，大家都绝对都有这些权利那但是在冷静之后，我们来思考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更好那在每一个不完美的人背后，其实应该有很多人在提供建议那我们怎么归纳大家的一些意见，让国家更好总是会往更好的方向走啦。最后想聊一些软性的东西我也是猫奴，我很担心你现在你的猫怎么办你现在猫回来台湾了吗？还没4只对不对？4只，因为我一时间这个回来有一些这个文件检疫啦一些证件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完成这么赶？那现在已经差不多好了，对，我应该是最近期内就会把我的家人给接回来这样。毛小孩应该很想他们哇，4只嘛，因为他们是我最重要的疗愈你在外面打拼然后回来看到他们的这个小萌脸这样子，就突然间就比较觉得心里会放松你说你们有愤怒，我们也有我们的情绪是要看到猫来自我疗愈一下的确这很重要猫之外我还想聊聊妈妈呢，你那时候决定要竞选副总统再回到台湾这个选举文化里面的时候，有跟妈妈聊过吗？有他们其实也都很关心当然我妈妈没有投票权，她也看不懂台湾的新闻看不懂很好，看不懂最好也看不懂，但是现在有很多 AI 工具，她可以自己去翻译这样子。妈妈会用 AI 工具？没有啦，我妈不会啦我妈妈连那种智慧手机她都很不想碰，但我觉得这样很好不用碰没关系。对，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当然我觉得不免他们会担心了因为我从政的历程也是有很多的挫折那这个人生啦工作或者是个人有很多人生的挫折都免不了让他们担心，一直担心到现在但是我觉得我的家人就不断的会给我支持也会给我很大的祝福这样。不过下一个问题就很难嘞，就是那也不只是支持或祝福，而是假设您真的选上成为台湾的副总统你就不能够轻易的到美国了对这也是让我觉得很不舍的一件事，不是随时要去哪里。你看我楼下的大厅去拿早餐都很难了那更何况是对这确实是这样了那这个不过我当初在立法院努力的时候，其实要出国的时间也是比较有限，那所以我很珍惜过去这3年半可以在美国那多跟家人互动相处。我弟弟妹妹的小孩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是到最近这1-2年才真的有机会来认识他们所以有这个家人相处的机会我也是很珍惜的。 OK 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接下来有机会选上的话，这4年可能就是先把台湾顾好那这样未来就有机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还是可以持续把握着最终我想要丢一个问题请教您你心目中最理想 ultimately 就是台湾会变成什么样？最理想的台湾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第一个让台湾人都觉得身为台湾人是值得骄傲的，是有尊严的。第二个，我们都有自由追求自己梦想的机会那每个人都有梦想那有时候环境困难不是能够马上达成的，可是我们要维持这个希望在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自由。那第三个，我们一定要有民主的社会，我们才有追求梦想的权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跟这个生活的价值但是我们也都应该要有基本的民主自由的制度，让我们可以很有尊严的作为台湾人。有最后的民主才有前面的2个要素好，今天非常谢谢萧大使然后跟我们现在2024总统大选的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其实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的是，就算萧大使回来了，但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台湾跟各国的外交关系都还是我们要持续关注的点。好，接下来就祝您选举顺利了。谢谢。好，谢谢大家，敏妮专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